全网都在吹德系 SUV 保值，快醒醒，这里头藏着10款定时炸弹，它们不是理财，而是理财灾难。我可不是瞎说，你一定要把视频看完，每一秒都有干货，看完你就知道它们的贬值速度会有多惨烈，绝对颠覆你的认知。第10名，奥迪 Q5 ADA 末期款。要说奥迪 Q5， 那绝对是品牌里的销量扛把子，好多年了，豪华紧凑型 SUV 里它都是标杆般的存在。不过呢，到了2026年，这车可就有点翻车的意思了。为啥这么说？因为2017到2024年生产的这代 Q5， 现在在二手车市场已经多到泛滥了。等到2025、2026款的新车一上市，老款直接就过期了，想卖门都没有。说白了，车源太多，就是 Q5 在2026年最大的命门。当年奥迪生产和租出去的车，那是以几十万辆计，现在大量的租赁车合同到期，像潮水一样涌进二手市场，库存直接爆表，数据也扎心，它的5年贬值率高达 56.8%。你想想，当年选完配置 5.8万美元买的 S-Line 版，到了2026年，二手价很可能就只剩 2.4万美元了。那为啥 Q5 会跌这么惨？核心问题就出在那台 EA888 的 2.0T 发动机上。这台发动机虽说省油，但一旦里程上了7万英里，大概11万公里，各种毛病就全冒出来了。什么一体式水泵坏得特别快，活塞环容易出问题，积碳严重得像块黑炭，尤其是那个水泵，修起来简直是金钱黑洞，因为它和节温器是塑料壳的，还藏在进气气管后面，拆装麻烦，换个件加人工，轻松就得1500美元以上。更要命的是，很多车主都反映烧机油特别严重，开个500到1000英里，800到1600公里就得自己加1升机油，这车变成油老虎了。情况严重的话，发动机大修一下，没个1万美元下不来。所以等车开到5年，这些问题就集体爆发了。你想想，一辆才值 2.4万美元的车，刚买回来就得先花上3000到5000美元去整备，对很多车主来说，这车已经不是资产了，纯粹是个累赘，就是个烧钱的赔钱货。第9名，奔驰 EQB。 说起来，奔驰 EQB 这车一开始的想法挺实在的，就是拿他们成熟的 GLB 燃油车底盘改的，想做一个亲民的豪华纯电 SUV， 让开惯了油车的朋友能轻松过渡到电车。结果呢，到了2026年，当初这个权宜之计反倒成了它的最大短板，因为它不是专门为电车设计的平台，所以二手车的贬值率超级高，5年就能掉价 60%。现在市场早就变了，像奥迪 Q6E 简创、宝马的 New Classic 这些都是纯电专属平台，续航又长，充电又快，各方面都甩了 EQB 好几条街。 iQB 那不到400公里的续航，还是 400V 的慢充系统，在现在的豪华买家眼里，真的就是上个时代的产物了。大家现在谁不想要跑个500公里以上20分钟就能充满的电车？更让 EQB 彻底翻车的，还有美国监管部门的一次大规模召回，说是高压电池有起火风险。虽然厂家能免费修，但这口碑算是彻底砸了，二手车价格跟着跳水，车贩子都不爱收，收了也给你压到白菜价，就怕回头出事担责任。最关键的是，这车一旦过了保修，修起来能把人吓死。换个高压空调压缩机这种核心部件就得花4-5千美元，这都快相当于2026年这车本身二手车价的1/4了。所以说 EQB 就是燃油车转电动车那段时期一个不伦不类的尴尬产物。到了2026年，它最尴尬的地方就是想买传统油车的觉得它不够传统，想买新潮电车的又觉得它不够先进，真是里外不是人。第8名，宝马 X7。 要说宝马的旗舰 SUV， 那 X7 绝对是王者，但你知道吗？到了2026年的二手市场，这位王者可能会变成一个烧钱大户，养车成本一下子就高得吓人。为啥这么说呢？因为第一批 X7 车主估计保养套餐都过期了，想让他那些高科技的玩意儿好好工作，去趟 4S 店，那费用真的让人有点望而却步。而且最直接的就是贬值太狠。你看，当初买顶配的 M60i 或者阿尔宾纳，起步价要11万多美元，开5年，贬值率预计能达到 56%。这意思就是光车价就得亏掉6万多美元。为啥它这么不保值？说白了就是车上的黑科技实在太多，堆得太满。这些旗舰配置看着牛，但一旦坏了，维修费也跟着旗舰起来了，谁顶得住？问题最突出的就是那个空气悬架，这玩意儿是 X7 保证乘坐舒适性的关键，但它也最容易出事儿。到2026年早期车款的橡胶气囊差不多该开始老化漏气了，去 4S 店整套换随便就得7000多美元。这时候你一算账，这车二手价可能就 4.5万美元左右了，花7000多块去修个悬架，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。还有那台 4.4 升 V8 双涡轮发动机也是个娇贵的主，而因为结构布局天生散热有点问题，毛病也不少。比如气门油封坏了，修一次起步2000美元，正时链条长了也得1800美元，严重的甚至会烧机油，也是个无底洞。
更雪上加霜的是，宝马在2023到2025年间还因为刹车系统的问题，对全系 SUV 发起过大规模召回。这么一圈下来，到了2026年，市场普遍觉得 X7 这车租着开还行，千万别买。愿意接手这种已经出保、问题一堆的 X7 的人越来越少，价格也是一路狂跌，最后可能连雷克萨斯 LX 这种结构简单的多、皮实耐用的对手都比不过了。第7名，奥迪 Q4 e-tron，兄弟，你信不信？到了2026年，奥迪 Q4 e-tron 这车会活得特别憋屈。本来啊，奥迪是想靠它当敲门砖，用最低的门槛吸引大家买豪华电动车的。结果呢，它倒好，差点成了德系车里跳水跳得最快的那一个。有数据为证，5年贬值率高达 69.2%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就是说你这车开5年，直接腰斩再腰斩，差不多就剩3成价了。为啥会这样？你看，它跟大众 ID.4是亲兄弟，都出自 MAB 平台，但软件这块一直是它的老大难问题。车主们天天在网上吐槽，我的车机屏幕走着走着就卡住自己重启，有时候倒车影像，空调说罢工就罢工，太坑了。不光软件，充电速度也跟不上趟了，它的直流快充峰值也就125到175千瓦。回头看看2026年奥迪自家的新款，动不动就是270千瓦，这差距就像你用着 4G 网络，别人已经用上5G 了，能不急人吗？咱们算笔账，一辆2022年买的车本来要5万美元，到了2027年，二手市场可能就值15000多美元了。万一这车再碰到高压电池这种大零件坏了，修个车花的钱比车本身还贵。到那时候，这车对第2任、第3任车主来说，就等于开报废了。说白了，这车充电慢，还总出毛病，让车主天天提心吊胆。这种用车焦虑就像一块大石头，直接把它未来的二手车价给砸没了。所以你看，在现在这个谁都想买个省心高效车的市场里， Q4 e-tron 说白了就是奥迪当年在电动化路上步子迈太大，扯着蛋了的一个典型代表，暴露了早期技术不成熟的老毛病。第6名，奔驰 GLS 级 X167 世代。要说 SUV 里的天花板，那奔驰 GLS 绝对是当仁不让，大家还给起了个外号叫 S 级 SUV。空间大，能坐7个人，豪华感和气场都直接拉满，再加上几款力道十足的大马力发动机，开起来那叫一个爽。不过我得给你提个醒，你要是想买辆二手的，特别是打算开到2026年之后的，那可就得好好掂量掂量了。为啥这么说？因为从2026年开始， GLS 580和 AMG 版车型的二手车价格可能会直接崩盘。问题就出在它这台心脏上，那台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。说真的，这发动机的性能简直是神一样的存在，但它的可靠性简直是一场噩梦。你想啊，到2026年，那些2020到2022年的车差不多都跑到6万到8万英里了。这时候各种毁灭性的故障就该集中爆发了。具体是啥毛病呢？比如说发动机里的凸轮轴调节器和螺栓会老化失效，导致冷启动的时候发动机咔嗒咔嗒响个不停。最后最严重的是会让发动机的正时系统错位，直接拉伤气缸壁。这跟老款保时捷的那个 V8 毛病有点像，都是气缸壁上的硅涂层容易出问题。然后就是烧机油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，到整个发动机可能都得换掉。更吓人的是，到2026年，光是一个翻新的 V8 发动机换装成本就要2到3万美元，这价格有时候比这辆车本身的残值还贵。除了发动机，它那个叫 Airmatic 的空气悬架更是让车子贬值的大杀器。这玩意儿的气囊特别容易漏气，负责打气的打气泵也爱坏，尤其是在特别冷或者特别热的天，你猜换一套要多少钱？单根空气弹簧就要2200美元，一个打气泵1200美元，要是4个轮子都修一遍，这成本高的简直离谱。正因如此，它的贬值率也高得吓人。一辆2021年落地11.5万美元的 GLS 580，到了2026年可能就只值4.9万美元左右了。算一笔账你就明白了，如果发动机和悬架这2大痛点同时需要维修，修一次账轻松就能达到1.5万到2万美元，这简直就是个财务陷阱，根本没几个二手买家敢接手啊。第5名，保时捷卡宴 eHybrid 2代、3代车型。聊起保时捷卡宴，基础款因为皮实耐用，口碑一直都挺不错。但要是聊到E混动版，那情况可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到了2026年，这些混动车型要面临一个大难题，它既是一台拥有复杂机械系统的高性能 SUV， 又得面对上了年纪的锂离子电池组可能出现的各种脾气问题。咱先说说电池这块。
卡宴 E 混动的原厂高压电池一般有8年或10万英里的保修，但到了2026年，那些最早出厂的第2代或者跑了超长里程的第3代混动车型，基本都快要出保了。最关键的是，这玩意儿更换起来可太贵了，市场价显示去 4S 店整套换掉，差不多要花1.2万到1.8万美元。你想啊，一辆2018款的卡宴 E Hybrid 到那时候可能也就值28000美元左右。如果电池坏了要花1.5万美元去修，那这车跟报废基本没两样了。就算你图便宜找个第三方翻新的电池，光电池本身也要8000多块，还得再加上人工费。除了电池，还有别的麻烦事儿，比如分动箱故障，这在早期的一些车型里挺常见的，开起来会感觉有点抖。虽然厂家给部分车型延长了保修，但真要修4000到6000块是少不了的。再一个就是冷却液管的粘接问题，这管子是塑料的，跟发动机连接的地方长时间热胀冷缩容易开胶。一旦漏了，冷却液哗一下就漏光了，发动机就可能直接开锅，情况很严重。正因如此，到2026年的买家都开始对这些混动车型望而却步了。大家现在更愿意选择那些靠谱的多的 V6 基础款卡宴，毕竟谁也不想刚买辆车就陷入各种昂贵的维修坑里，你说对？第4名，宝马 iX。要说2026年二手车市场最跳水的车，那宝马 iX 绝对榜上有名，排个第4跑不了。咱得先承认 X 刚出来的时候是真有两下子。作为宝马的旗舰纯电 SUV， 它性能强，还用上了那个很酷的碳纤维车身，在当时绝对是未来感十足的代表。可谁能想到，到了2026年，它的身价跌的那叫一个惨。有研究说，5年下来，它能折价70%多，这速度也太惊人了。为啥会这样呢？核心问题就出在软件上。X 那时候刚搞软件定义汽车那一套，结果5年过去，软硬件就有点跟不上了。车主们反馈特别多，最烦的就是无限升级经常失败。一旦失败，轻则车动力受限，跟开了节能模式似的；重则车机系统直接罢工，变成一块大板砖。想修，去 4S 店没个1000多美元下不来。更要命的是，对比之下，它就显得特别过时。想想看，从老款的 iDrive 系统到2026年新款的那些车型，技术更新太快了。ice 就像你手里用了好几年的旧款智能手机，虽然还能用，但肯定不是最新鲜的玩意儿了。谁还愿意为上一代技术多花钱呢？当初花11万美元买的顶配版 XM60，5年后二手市场上只能卖个3万多美元，算下来直接亏掉了将近8万美元。这哪是贬值，这简直是资产清零啊！反观同期的燃油版宝马 X5， 人家在二手市场还稳得很，能保留将近80%的价值，一笔高下立判。所以你看，宝马 iX 啊，它就像是宝马在转型电动化初期交的一份学费，当时的技术确实惊艳，但还没成熟到能让人长期持有。到了2026年，这电动车市场风云突变，技术迭代太快 ，X 就从一个未来先锋变成了技术上的弃儿。第3名，奥迪 e-tron， 你听说了吗？那款初代奥迪 e-tron 现在官方都改名叫 Q8 e-tron 了。很多人私下里都说，这车一旦过了保修期，简直就是德系 SUV 里的一颗定时炸弹。到2026年，这车的内饰坐着舒服，开着稳当，这些优点还是在的，但它藏着一个天生的硬伤，马上就要全面爆发，到时候这车在二手市场可能就真的一文不值了。问题出在电机上。很多电动车散热很简单，但奥迪 e-tron 为了追求性能，给电机搞了个更复杂的液冷系统。简单说，就是靠一种特殊液体给电机降温。这液体本该被牢牢关在管道里，但问题就出在这儿，这套系统的密封件特别不靠谱，用着用着就容易坏。一旦密封不住了，冷却液就直接漏进电机里面去了。你想啊，冷却液是导电的，它一进去就把电机里面的线路给泡坏了，结果就是仪表盘上那个红色的电力系统故障，灯肯定会亮起来，车也基本就走不了了。要修这个毛病，费用高得吓人，光换一个驱动电机就得花6000到11000多美元。万一运气不好，前后2个电机连带电控系统全遭了殃，总维修费能轻松飙到27000到3万美元。其实奥迪也不是不知道，他们官方建议车主每2万英里，差不多3万公里就得检查一次电机冷却液。但话说回来，有几个车主会记住这么个冷门的保养项目呢？一旦漏检，那这电机基本就没救了。虽然奥迪把电机的保修期延长到了12万英里，但这就像是给你设置了一个时限，一旦里程超了，这车基本就等于被判了死刑。我们看个实际的例子，一台2019或2020年的 e-tron 现在二手市场也就值2万2美元左右。
可万一电机坏了，维修费随便就上万，比车价还贵。对没买延长保修的车主来说，这车修不起，只能直接当废铁处理。说白了，这事儿就是彻头彻尾的设计缺陷。所以你看，这车对二手车买家来说，根本就是买回去给自己找不痛快，随时可能让你花一大笔冤枉钱。它就是一颗名副其实的定时炸弹。第二名，宝马 XM。说实话，当初宝马搞这台 XM 的时候，那叫一个气势汹汹啊，把它当成了 M 部门的王炸，专门给你搞的马力超过700匹的插混猛兽，起售价都快16万美金了，妥妥的性能旗舰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到了2026年，这车直接跌成了理财产品反面教材，成了豪车史上贬值最快的车之一。为啥呢？就因为它那个设计实在是有点用力过猛，太前卫了，争议巨大，完全没打动那些真正的高端买家。你想啊，像保时捷911或者路虎揽胜，靠的是经典的老粉丝，品牌价值稳得很。可这 XM 呢，在2026年已经被大家当成是过气网红车了，数据更吓人。就算你那台2025款的 XM 车况完美，二手车商回收价也就10万美金左右，这就1年时间直接亏了6万美金，更别提那5年贬值率预计高达56%，18万美金买的车，5年后残值可能就剩8万不到。他为啥这么做？因为他把高性能 V8 双涡轮、复杂的混动系统和8AT 变速箱硬凑一块，技术堆得满满当当。这就导致了一个严重问题，一旦过了原厂质保期，哪个二手车商敢接盘，谁都不傻。这车整得太复杂，修起来又费劲，还得用天价的专用配件，外面普通修理厂根本搞不定。买了这车，你基本就被 4S 店绑死了，以后维修保养都是天价，钱包根本扛不住。所以到了2026年 ，XM 彻底失去了投资价值。二手车商看到这种车愁得慌，10万美元的车可能半年都卖不掉，谁愿意压着资金？唯一的办法就是疯狂压价，让那些当年花原价买车的车主亏得直拍大腿。第一名，大众途锐 V10 TDI， 2026年最不值得买的德系 SUV。要我说，第一名绝对是那台初代大众途锐，搭载的就是那台传说中的 V10 TDI 柴油发动机。你可能会说，这车在榜单里年头最老，可它修到破产的功力绝对能排到第一，真是把这个词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在车迷圈子里，这台 V10 TDI 简直就是个传奇神机，性能猛，听着声也上头。但对咱们普通人来说，听信了神话把它买回家，那基本就等于财务自杀。为啥这么说呢？这车最大的毛病就出在发动机上，它的 V10 发动机布局特别紧凑，意思就是塞得满满当当，密不透风。一旦要动大手术，根本没法在车里捣鼓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整个发动机和变速箱一起，也就是动力总成，从车底下整个调出来。你想想，当年大众 4S 店为了修它，都得专门配那种大型的特制的重型举升设备，就为对付这一台车，这架势就已经不一般了。它还带双涡轮，但凡涡轮坏了，不好意思，你还得抬发动机。光是工时就超过30个小时，算上零件钱，维修费轻轻松松就是1.5万美元，约合人民币10万加。时间来到2026年，这车的配件只会越来越难找，很多大众 4S 店都没备件了。而且现在年轻的技师基本没人会修这台结构超级复杂的 5.0T 柴油发动机了，懂它的人越来越少。再看看二手市场，就算保养的再好的 V10 途锐，现在也就卖个1万到1万2美金，约7、8万人民币。但你可别被这低价诱惑了，随便一个小问题都能让你瞬间崩溃。一，发电机坏了，5000美金约3.5万人民币起。2，双联泵渗漏，4000美金约2.8万人民币起。3，中心支撑轴承报废，又是4000美金，随便哪一项维修都能把你这车价的一半给搭进去。所以说这车为啥说它一文不值？因为只要你真开了2年，不出大故障的概率几乎是0，只要修1次，维修费直接就把车价给超了。所以结论就是，这车只适合那种自己动手能力超强，对德系老车有情怀，痴迷到骨子里的发烧友。对咱们绝大多数人来说，这就是个烫手山芋，碰都别碰。这10款德系 SUV， 说实话，看完真是让人唏嘘啊。这些车啊，简直就是汽车过度内卷和价格跳水的活教材。你看啊，从以前神一样的途锐修到车主直接破产，到现在刚火没多久的宝马 XM， 市场说不要就不要了，这剧情反转也太快了。说到底就一句话，甭管你的德国车多牛多高级，也不代表你买了就稳赚不赔，更不代表你以后能高枕无忧。核心的教训是什么？我给你掰开揉碎了讲，不值钱。可不是说这车白送都没人要，而是你花在它身上的维修保养费，早就把这车本身的价值给吃干抹净了。简单说就是养车成本非车辆残值。所以啊，到2026年想买车的人可千万别再跳这个理财坑了。聪明人都会选那些结构简单、皮实
耐用的车，不至于天天为修车的事儿发愁，最后搞得自己心力交瘁。觉得我说的在理，别忘了给我点个赞。还想看更多这种避坑干货，赶紧点个关注，咱们下期接着聊。